刚刚说你几岁了？16。孟神医，传闻你医术高明，你一定有办法能治好我的，对不对？胎中带毒，导致生机提前衰弱，可治。真的吗？我变年轻了，我变年轻了，我变年轻了！孟神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我变年轻了，我变年轻了！妙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实在是太妙了。师父，青瑶啊，如今你已经学会了医道的最高针法鬼门13针，就能够与那个阎王抢寿了，让人返老还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青瑶，你如今医道通神，为师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你的了。以为师看，你现在可以下山了，去了结你的旧怨去吧。了结旧怨，若不是本王妃一妃清白之身，哪轮到你这农女替本王妃圆房？5年前，我还是个不知事的农家女，被陈王妃白冰月掳进王府，灌下媚药。那晚过后，我被丢入柴房自生自灭，直到肚子渐渐隆起，怀孕一事被白冰月察觉。贱人，没想到替本王妃圆了一次房，竟然让你这个贱人怀上了王爷的孩子！救救我！放心，马上你就解脱。是个男婴，居然还有一个！没想到你这个贱人还挺能生，把这个贱人跟这个孩子扔进乱葬岗。喂，好！当面白冰月夺我一子后，将我丢入乱葬岗。若不是师父救我，徒儿早已丧命，让他过了5年的安生日子，我也该找他讨命了。娘亲，满满，满满，娘亲，我在那边听到你和祖师爷爷说要下山，满满也要去。不行，山下危险，你跟师祖爷爷就待在山上，等娘亲办完事就回来陪你。满满也要下山，满满能保护好自己。又不听话了是不是？大宝，出来！这可是蛊啊！这可是蛊虫之王啊！它不仅能够吞噬万物，一旦被它咬中之人，还会产生幻觉，精神崩溃而死啊！哎呀，不愧是我的徒孙呐！你这个天赋跟你娘亲真的有的一拼呐！青瑶啊，满满乃是蛊术奇才，我相信你带他下山，绝对没有人能够伤得了他。你呀，就带他一同下山去吧。师父，怎么连你也……娘亲，娘亲，好吧，好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好耶，好耶！满满能下山去找哥哥了。嘿嘿。
坐好，妈妈。妈妈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这个面罩一定要戴着，知道了吗？不许摘下来啊！娘亲，我们这次去京城一定能找到哥哥的，对吧？当初大宝被白冰月夺走，不知如今下落如何，又是否还活着？哎，有人要跳楼了！那不是陈王府的小世子吗？怎么爬到城楼上去了？世子，外面危险，你快下来！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瞧那架势，该不会是要跳下来吧？王爷王妃就这么一个独苗，这要是有个万一，陈王府岂不是绝后了？哥哥，不要啊！这孩子我可真是啊！景晨，这不是刚拜堂成亲就出征边关5年的陈王吗？是啊，没想到这么帅。娘亲，我找到哥哥了，你快看那边。满满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看错，刚刚那个和满满长得那么像，一定是哥哥。不信的话，娘亲自己去看。妈妈，冯景晨，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，这是你能玩的地方吗？反正父王也不在意我，我死了又有什么关系？胡说！谁说本王不在乎你？那为何父王都从边关回来3日了，却连孩儿一面都没见过？是不是连父王也嫌弃孩儿是个病秧子？王爷，太医院那边说小世子心急缠身，先天体弱，较之同龄孩童心思敏感，这才会行极端之举。当初本王新婚之后，就丢下王妃前往边关，导致景晨自出生就缺乏父亲陪伴，连生病都未曾关心过。可说到底，是我这个父亲的失职。是父王疏忽了。父王答应你，以后多陪你可好？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吩咐下去，寻遍名医，务必要找人治好世子的病。是，属下也探过，那位近日声名鹊起的孟神医，似乎正在入京途中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派人去找孟神医的下落？是。娘亲，快点儿！你慢点儿。这双眼睛，大胆，竟敢冲撞陈王殿下！陈王，那不是满满的生父吗？这样一看，满满跟他的容貌倒有7、8分相似，简直就是缩小版的陈王。幸亏我给满满戴了面罩，不然被陈王知道满满是他的孩子，他肯定会将满满从我身边带走。娘亲，快看，他就是哥哥！抱歉，不是故意的。景晨心思敏感，若是被人围观指引，心里肯定会难受。虽说不能让陈王注意到满满，可要接近白冰月第一步，就是要进陈王府。若是错过此次遇见陈王的机会，以后再寻机会就难了。小公子，可是时有心绞痛，呼吸不畅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是先天不足，导致气脏衰竭，若不及早干预，活不过3年。你这妇人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咒我们世子死！我话已至此，信不信由王爷。此行我正要去郑国公府替国公爷治病，王爷若是想救小世子，可随时来郑国公府找我。装什么呢？还给郑国公治病？谁不知道郑国公得的是常庸之症，药石无医。如此拙劣的话，我们王爷可不会上你的当。先把世子带回府。王爷，
这边请。刚刚我绝对没看错，那个城楼上的那个小哥哥跟我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。娘亲，我想上茅房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快去快回，知道吗？啊，这边请。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不是我哥哥。夫人，有位来自药王谷的孟姑娘，说是能治好国公爷的病。没想到药王谷的神医，竟是位这么年轻的姑娘。你真的能救我们家的国公爷？复应如实，经脉堵塞，强撑不了多久了。夫人若多耽误一刻，国公爷的生机便少一刻。他只看了一眼，竟然就对老爷的症状如此了如指掌，是我失礼了，还请神医赶紧救救我家老爷。来，等等，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镇国公乃是国之柱石，若是出了什么闪失，便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你确定你担得起这责任吗？多谢王爷宽怀，不过，若是连我都救不了镇国公，这世上便没人能救得了他。口气这么大，难道他真的医术精湛，起死回生之人？老爷，还说你不是骗子！3息，什么？只需3息，镇国公便能苏醒。事到如今还在胡说八道。太医院的人明明诊治过，镇国公尚有3日可活，可就因为你胡乱诊治，害得他提前丢了性命。来人，对本王将这个江湖骗子押入大牢，请火发落。是。老爷，你醒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谢谢神医。没想到此女子看着年纪轻轻，医术竟如此高超。镇国公一脚踏入鬼门关，都能被他给救活。姑娘，之前是本王以貌取人，还望姑娘担待。莫要跟本王一般计较。孟姑娘医术如此高超，既然看出了我儿景晨体弱多病，不知可有医治之法？请孟姑娘救我儿于水火。今日一路舟车劳顿，便是有医治之法，怕是也有心无力。不知道姑娘可有找到下榻之处？若是姑娘不嫌弃，可移步至本王府内，本王定好生招待。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但我还带有义子。正好，我儿景晨正好缺一玩伴，说不定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。只是不知小公子现在身在何处？这么久了，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还好有大宝，想去哪儿，只要他啃得动就行了。哇，这里就是陈王府吗？好大啊！不知道那个小哥哥住在哪个房间。陈景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跑去城门口跳楼！你把本王妃的脸都丢尽了！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好啊你，竟然还敢反抗了！你是不是以为你父王回来有人给撑腰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一天还在陈王府，这后院就是我说了算。
来人，给我上家法！哼，世子殿下，今天想体验哪种家法？谁让你不听王妃的话？不听话，那就只能先挨鞭子，再扎针了。他们这是认错人了，把我当成那个小哥哥。看来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他一定是我哥哥。只是哥哥看起来在这里过得很不好。大宝，咬他！什么东西？李嬷嬷，你是聋了吗？奇怪，世子殿下怎么跑到那里去了？李嬷嬷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快去啊！活该，惹到小爷我，算你们倒霉！快去追，给我把那个娘娘抓回来！母妃，终于抓到你了！不要以为你换身衣服，我就不认识你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王妃，这是做什么？本王妃教育自己的儿子，轮得到你这个下人指指点点吗？属下不敢。只是王爷若是知道小世子受罚，定会过问。王爷那自有我去说。把他给我带到暗室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他出来。是。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，别让我看见这个孽种。放我出去！不要，晨儿以后一定听话，晨儿再也不乱跑了。求你不要将晨儿关暗室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带走。是。王妃，世子好像不太对劲呢。装病耍花样罢了，不用管他，带走。是。温姑娘放心，本王已经派人去找小公子，定然不会让他出事。我也不是怕他出事，只是怕他那无法无天的性子会在外面闯祸。王爷，妈妈，王爷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，您回来了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景晨跑到城门口去跳楼，妾身不过训斥了他2句，谁知他不服从管教，竟然挥鞭打伤了妾身。竟还有这种事？是啊，景晨他是我的儿子，是这王府的世子，身兼重任，我怎能放任他胡作非为？这才让嬷嬷去关他禁闭，磨磨他的性子。没想到景晨这孩子看似老实，实际性子如此狂野。本王常年征战在外，王妃一人将景晨拉扯长大，受苦了。这都是妾身分内之事。原来是白冰月的儿子。白冰月行事狠辣，也难怪他的儿子养着这般顽劣的性子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药王谷孟神医，是我请到府上的客人。孟神医，既然王爷有客人，那臣妾便带着景晨先走了。去吧。王妃，抓到小世子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抱歉，妈妈。
怎么会有2个世子？你说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王妃抓到小世子了。满满，妈妈，你怎么又乱跑？娘亲不是说了吗？下山之后不许离开娘亲身边。娘亲，对不起。幸好没有被陈王看见，满满的身份差点就暴露了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小公子竟然在本王府上。你们2个人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动手擒拿小公子，冲撞本王的贵客！王爷恕罪，实在是小公子与世子的身形相似，奴婢才会认错的。都给本王滚回去，去刑房勒令50大板。是。这孟神医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王爷竟如此看重他，还为了他惩罚我的婢女，该不会根本不是什么神医，而是王爷养在外面的狐狸精？孟神医，下人眼拙，还望孟神医莫要生气。还弄得如此神秘兮兮，我倒要看这面纱下到底是怎样一张人。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可对孟神医如此无礼？孟神医，王妃一时失态，还请你莫要同他一般见识。看王爷对着孟神医如此恭敬，似乎并非男女之情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抱歉，孟神医，刚刚看到你面纱上有只虫子，想帮你弄下来，可未曾想将面纱扯下来了。看来6年过去了，白冰月早已忘了我的样貌，这样也好，倒是避免了不少麻烦。无妨，我进入王府便是客，一直戴着面纱也不合适。多谢孟神医见谅。小世子可是发病了？这怎么会呢？景晨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发病呢？孟神医多虑了。是吗？可小世子喘息声急而起，喉间有痰鸣之声，不像是正常之象。将景晨抱过来。王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景晨他经常装作发病躲避惩罚，想必这次也不例外。听不懂本王的话是吗？将世子抱过来。景晨，王妃不是说景晨已经没事了吗？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妾身真的不知道，景晨刚刚分明好好的。如今情况危急，我只能先让他服下护心丸护住命脉。想要好好治疗，还得药浴。好，那劳烦孟神医速速写下药方，本王这就命人准备药浴。孟神医，这边请。王爷，若是景晨出现什么差池，在场的所有人，本王都不会轻饶。小世子出身王府，看样子跟我儿同龄，应当是自小养尊处优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伤痕？而且这些伤新旧交错，俨然是长年累月遭受了非人虐待所遗留。究竟是谁会下此狠手？为什么我看到这些伤口，会莫名的心痛？孟神医，景晨他怎么样了？小世子病情已经稳定，需泡满2个小时的药浴便会苏醒。
但我看小世子身上的伤疤太过陈旧，恐怕难以消除。伤疤？什么伤疤？陈王竟然不知道小世子身上有伤的事。也对，他刚回京没几天，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。那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呢？难道是白冰月？可世子不是他的儿子吗？翁神医。啊？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小世子若还有什么异常，王爷可随时派人来找我。好，有劳孟神医了。慕云，送孟神医下去休息。这边请。娘亲，妈妈有话跟你说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了？里面那个小哥哥就是我哥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人跟满满长得一模一样，一定是哥哥。我从未跟满满说过陈王是他父亲的事，他跟小世子都是陈王的孩子，骤然看到小世子会错认成哥哥也实属正常。满满，是你认错了，里面那个小世子啊，不是哥哥。不会的，他一定是。好了，满满，娘亲知道你很想哥哥，娘亲也很想。放心，娘亲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哥哥的下落的。怎么办？娘亲根本不信我的话，看来只有把哥哥带到娘亲跟前才行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娘亲睡着，必须把哥哥带过去。但是，哥哥住在哪个院子来着？哎呀，又忘了，好像是那里。妾身不知道景晨病了，若是知道，早就选太医了。王爷若是实在心中有愧，那便责罚妾身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王爷这些年远在边关，是妾身含辛茹苦的将景晨养大，多少次他都差点去了，是妾身夜夜守护，半刻不敢懈怠，这才将景晨抚养到6岁。他是我的儿子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着。今日之事，妾身又怎能不自责？是啊，王妃是景晨的母亲，她怎么可能会害景晨？是本王糊涂了。景晨这孩子打小身子就弱，本王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你身上。王爷当真这样想？自然，如今本王既已归附，该养育景晨之责，本王也理应与王妃共担。王爷能够这样想，妾身自是心满意足了。当初要不是皇后一心想抱孙子，我也不会留着荣景晨这个野种来讨好他。等我跟王爷生了儿子，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野种给除了。王爷，夜色已深，不如你我早做休息啊。王妃这是做什么？自是行夫妻之事，王爷不想碰妾身。新婚之夜，我已跟王妃有过继父之情，对于男女之事上，确实没有什么可避讳的。王爷真笨，居然3言2语就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。哥哥这些年在这里吃了那么多苦，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看我怎么惩治你！
怎么了？您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臭了。什么东西？谁在那儿？王爷，该死，差点就成了。到底是谁在坏我好事？这世上没有谁能从本王的手里逃出去。我靠！这个王爷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，早知道刚刚就不出手了。本王数到3，阁下若是再不出来，就别怪本王不客气。1、2。1、2。景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醒来没看见父王，就出来找父王了呀。景晨，你身体还没好，父王带你回房休息好不好？好。幸好我机智，及时冒充了哥哥，不然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对了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啊？没有啊。是吗？父王，我困了，我们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好，父王带你回去。妈妈，妈妈！一下子没看住就乱跑，他不会以为刚刚见到的小狮子就是他哥哥，找哥哥去了吧？妈妈，妈妈！父王，好饿啊！父王，父王，孟满满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走。放开我！这个人贩子！人贩子！孟满满，我看你是长本事了，娘亲都不认了。娘亲，面具也不戴。娘亲说了多少次，下山不准随便摘面具。我没有。你要再不听话，娘亲只能用别的办法让你老实待着了。饿了？等着。吃吧。怎么不吃啊？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当然了，桂花糖藕、油爆虾、红烧狮子头，不都是你平时爱吃的吗？来，快吃吧。原来别人家的娘亲都是会亲手下厨做饭的。什么时候跪满1个时辰，什么时候再起身吃饭。要是她是我娘亲就好了。愣着干嘛？赶快吃，趁热。吃完了早点休息啊，明天可不许乱跑，再让我发现你乱跑，会动真用针扎你。那你呢？娘亲明日啊，要去弄清楚一件事情。
小世子身上的伤过于蹊跷，是否跟白冰月有关，还有待验证。若证实了他虐待世子，便是他自己把把柄送到我手上的，届时不用我出手，自有人容不下的。所以孟神医的意思是，只要将血灵芝熬制成汤药，就能彻底根治景琛的心气。没错。可本王听说，这血灵芝100年前就已经绝迹，短时间之内怕是很难获得。王爷有所不知，王妃的父亲钟永侯，在6年前平定西南时，得了一株血灵芝。钟永侯爱女如命，将这血灵芝给了王妃做嫁妆。血灵芝一事知道的没几个人，这孟神医怎么会对我的事如此了如指掌？王妃，可有此事？妾身确实有一株血灵芝。太好了，快去取来。王妃莫不是舍不得拿出血灵芝？难道在王妃眼里，世子的性命还不如一株药材？王妃是自愿的，对吧？正如神医所说，没有什么比景琛的性命更加重要，只是一株血灵芝而已。妾身这就取来。王妃，真的要将血灵芝拿出来啊？拿出来？我压根儿没打算留那野种性命。若是真给他治好了，仗着世子之物，我以后孩子怎么办？那依王妃的意思是，库房里不是有一株跟血灵芝相似的赤云芝吗？你就将它熬成汤药。赤云芝可是毒药啊，若是被王爷发现，药入腹中，谁能发现是我换了药？若是世子病情恶化，只能怪那女子医术不精，或是怪赤灵芝本就无效。徐嬷嬷，你与李嬷嬷都是同我一起从侯府过来的老人了，现在李嬷嬷疯了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，这事儿也放心交由你去办。王妃放心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不是说世子先天体弱，食欲不佳吗？这孟神医真厉害，不仅医好了世子的病，还把世子的厌食症都治好了。是啊，好久都没吃这么饱了。原来当世子就是有吃不完的好吃的，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娘亲管着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哇，一个晚上过去了，娘亲肯定发现我不见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冒冒失失的像什么样子？是个坏女人怎么来了？你倒是运气挺好啊，发病了还能碰到神医，把你从阎王殿里给你救回来。来，把这碗药喝了。这药有问题，是个坏女人，果然没安好心。我才不要喝，你走开！景琛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我才没有胡闹，这个坏女人想下毒害我。你说什么？这野种怎么知道这碗药里有毒？景琛，母妃知道你还在怨恨母妃昨日训斥你，可是你也不能诬陷母妃给你下毒啊。母妃得知只有血灵芝才能治好你的病，便立马将血灵芝炖了给你入药。没有人比母妃更希望把你的病治好，你却还这样诬陷母妃，真是寒了母妃的心。荣景琛，给你母妃道歉。我才不要给她道歉，这里边根本就不是什么血灵芝，而是毒药。再胡说八道！算了，王爷，我知道景琛对我心生怨怼，所以才如此抗拒喝这药。只是这血灵芝
如果景晨这次不喝，下次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找到。你放心，今日这药必须喝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要喝。既然这个渣王爷受坏女人的蒙蔽，想给我灌毒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宝，什么东西？好容景晨，已经开始玩起这种邪物，看来本王平日里还是对你太宽容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小野种还想跟我斗，就等着命丧黄泉吧。药里面到底有没有血灵芝？王爷给我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杨青怎么来了？荣景晨，你躲桌子底下干什么？快跟本王滚出来！王爷何必凶小世子？小世子没喝药，说不定是件好事。孟神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果然如我所料，白冰月对小世子只是表面慈爱。血灵芝入药，药汁呈琥珀金色，澄澈透亮。可这药汁暗红浑浊，腥气入鼻，想必是含有毒性的赤云芝。赤云芝？不可能！王妃分明说这是血灵芝。白冰月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，当年我那被他抱走的孩子，只怕也很难有活路呢。什么赤云芝？我不知道孟神医在说什么。王爷，妾身发誓，妾身给景晨准备的这些事实就是血灵芝。是啊，王爷，这碗汤药可是老奴亲自去库房拿的血灵芝配制而成，怎么可能是毒药啊？照孟神医所言，难道是说我们王妃要毒害自己的亲子不成？我可不敢给王妃扣这么大的帽子。不过王妃既然这么笃定，这药是无害的，那不如当着王爷的面自己尝一口啊。怎么，王妃是不敢？王妃，难道真如孟神医所说，你给景晨下毒？妾身没有。那既然没有，为何不敢喝药？王妃，莫要阻拦，我问心无愧。既然王爷让我试药，那试一口又何妨？赤云芝虽然带毒性，但是是慢性毒，只要解毒及时，对身体就造不成伤害。王妃，王妃，怎么会这样？居然真的敢给景晨下毒！妾身没有。证据确凿，你还在狡辩！王爷，妾身真的没有。若妾身知道那药里有毒，哥哥就不会死了。够了！事情如何，本王自会调查清楚。既然王妃照顾不好小世子，那从今日起，将世子接进本王院子，由本王亲自教养。是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药里有毒，还跑过来逼我喝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王妃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不过是按照王爷的吩咐，确保小世子能康复而已。白冰月，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，痛苦的还在后面。你给我站住！王妃，怎么
声音到底什么来着？为何要针对于我？王妃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若是被王爷查出来什么，必然不会饶了咱们。还能怎么办？赶紧给我找一个靠谱的替死鬼，把这事给我认了。可是王爷他会信吗？他为何不信？只要他还相信我是世子的母亲，他便会打消疑虑。谁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母亲会害自己的儿子？王妃说的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先去给我找个太医。是。景晨，开门！你走开！我才不要跟一个要灌我毒药的人待在一起。你听父王给你解释。王爷，怎么样？可有查到什么？查到了，说是后厨的王婆子为了给刚出生的小孙子治病，这才偷偷将王妃的血灵芝换成跟其相似的赤云石。王婆子此人素来老实，怎么能如此胆大包天到这种程度？本王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。你说，这件事情可能是王妃干的吗？这小世子是王妃的亲生骨肉，是他跟王爷您唯一的儿子，属下想不通，王妃有什么理由会害世子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世子不是王妃亲生。说，世子跟本王长得如此相似，本王也只有王妃一个女人，世子怎么可能不是王妃所生？是属下妄言。罢了，可能是本王多心了。不过近日以来，世子的饮食需要格外注意，若是再出现什么闪失，打你试问。是。走了。都轻点儿，别弄坏了里头的东西。景晨，景晨，父王知道错了，是父王没搞清楚，那碗药是什么就逼你喝下，害你差点丧命。父王发誓，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父王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世子殿下，您出来见见王爷吧。王爷这些年即便远在边关，也无时无刻不在念着您，看到什么新奇的玩意儿，也都想着您。您看，这些箱子里都是王爷收了来送给您的。这王爷虽然笨了点，但是对哥哥还算真心，倒是有几分当爹的样子。娘亲总说随缘，这些年也没给我找个后爹，如今倒是有个现成的。算了，我原谅你了。但是要不是孟神医及时赶到，不然我早就被毒死了。你是不是应该感谢孟神医？景晨说的对，本王确实应该感谢他。那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找孟神医当面道谢啊。景晨，你快去啊！景晨，你如今怎么还戴着个面具啊？我脸上的疹子还没好呢，不想吓到孟神医。你别管我了，你快去吧。中了情蛊的人会对第一眼见到的人情根深重，娘亲再怎么不近男色，应该也逃不过陈王这种美男子的猛烈追求吧。王爷有事吗？
父王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他是来抓我回去的？不行，我还想跟孟神医多待几天呢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没事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心跳会如此之快？孟神医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我和父王是专程来感谢你的。小世子今日怎么还戴上面具了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差点以为他是满满。小世子跟王爷不必客气，我入王府本就是救治小世子的病而来。要的要的，我父王说了，以后孟神医在府里有什么缺的随时提，只要我们能做的一定满足。对，真的不用。好香啊！孟神医是在吃饭吗？我和父王正好没吃饭，不如一起吧。景晨，怎么连说话语气都和满满这么像？满满刚还在这吃饭呢，胡思乱想什么？糟了，满满没戴面具，被陈王发现就糟了。莫神医，小公子今日不在屋里吗？满满顽皮，应该是跑哪玩去了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不用客气，跟小公子一同用膳就好。父王身边的这个小孩是谁？孟神医为什么喊他世子？什么动静？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没事。该死，本王的身体是出了什么问题不成？为何只要一看孟神医，就控制不住的心跳加速？孟神医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。我来吧。不用了。我来。王爷身份尊贵，怕您划伤了手。本王划不划伤无所谓，若划伤了你的手，本王会心疼的。什么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，本王只是单纯的想帮你。不对，本王就是怕你受伤。莫神医，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太好了，看来是轻功起作用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跟我父王在一起？啊，哥哥，谁是你哥哥？你少在这里乱攀关系。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因为我们是孪生兄弟呀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孟神医才是我母亲，当初是被母妃从孟神医身边抢走的？没错，我跟娘亲这次下山是来找哥哥你的。难怪母妃不喜欢我，还总是纵容下人欺负我。那父王呢？父王也不是我们的亲父王吗？娘亲跟我说，父王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，陈王不可能是我们的父王。但是我们可以把陈王变成我们的父王呀。怎么变？我们可以撮合娘亲和陈王在一起啊，这样他还是你的父王，我也有父王了。
好主意。只不过我想跟娘亲多待一会儿，在父王跟娘亲在一起之前，我能不能再扮成你和娘亲在一起？好呀，正好我也想体验一下有父王是什么感觉的。为了避免被提前发现，哥哥也戴着面具吧。嘿嘿嘿。满满，你带我来陈王的院子做什么？今日世子与我说，他肚子不舒服，希望娘亲再给他诊治一下。我告诉你，父王身材可好了，娘亲见了肯定把持不住。太好了，在我的琴鼓加持下，父王肯定会努力勾引娘亲的。满满这家伙在搞什么鬼？谁在那儿？谁在那儿？抱歉，我不知道王爷在沐浴。这门怎么打不开？这门应当是被人从外面锁住了。王爷，请自重。本王没有别的意思，本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孟姑娘就心跳不止，脑子里面想的也都是孟姑娘。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对王爷没有别的心思，还请王爷不要对我生出旁的心思。若是之前我做了有什么让王爷误会的事，还请王爷见谅。我入王府只是为治世子的病，我与你也只能是医者和患者家属的关系。我此行只是来找白冰月复仇的，可不想沾染不必要的麻烦。本王这是被人拒绝了，奇怪，为何听着这些话，心里会如此堵得慌？难不成本王真的喜欢上孟神医了？刚刚是本王失礼，请孟姑娘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刚刚说的话是不是太伤人了？王爷天皇贵胄，又战功赫赫，京中想必不乏爱慕者，何必因为一时错觉而挂怀？我再次敬过王爷，祝王爷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红颜知己。这酒很烈。莫神医，你还好吗？莫神医，莫神医，为何这张脸，本王总觉得
似曾相识呢。看本王妃的脸都烂成什么样了，连个镇元之的毒都治不好，本王妃要你有何用？王妃体内的毒实属罕见，绝非赤云芝那般简单啊！不是赤云芝还能是什么？我看就是你们这群用意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，全都给我滚！若3天之内再找不出医治方法，本王妃要你们的狗命！滚！王妃息怒，现如今您可不宜大动肝火。本王妃的脸都烂成什么样了，让我怎么冷静？不然靖王爷为何这么多天了，王爷他还不来见我？老奴派人去请了，但是王爷不肯见您啊。为何不肯见我？下毒之事不是已经查明跟我无关吗？王爷为何不来见我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王妃去不得，我也可去不得。守夜的婆子说了，孟神医昨夜进了王爷的房间，至今未出。你说什么？好啊，好的很啊！什么神医？什么神医？不就是一个乡野村妇，一个不知廉耻的江湖浪女！我早该知道的，他哪是来给世子治病，他分明就是来勾引王爷的！你去皇宫把皇后娘娘请过来，让她为本王妃做主。皇后娘娘掌管6宫，事务繁忙，她会来吗？你有所不知，皇后最注重皇宫礼密。当初有宫女想爬上王爷的床，被皇后给当场杖杀。若她知道王爷现如今被一个带着孩子的乡野村妇缠上，定会怒不可遏。你就等着看好戏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今日若是不来，怎知你堂堂一国王爷，居然与一山野村妇勾结在一起？妾身原本以为王爷冷落妾身，是因为锦城差点中毒之事，责怪妾身照顾不周，未曾想，竟是王爷早已有了新欢。本王跟孟神医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正如你们所说，本王心悦孟神医，本王想跟孟神医在一起。小九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本王怎么又开始控制不住的说胡话了？母后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够了！依本宫看，就是这个妖妇迷了你的心智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勾引王爷的妖妇拿下去，立刻处死！哥哥，快醒醒，娘亲有危险！不许动我娘亲！不许动我娘亲！不许动我娘亲！世子为何喊我娘亲？景晨，你戴上面具，祖母都认不出你了。来，上祖母这儿来。放开我！听话，她不是你的娘亲，陈王妃才是你的娘亲啊！才不是，这个怪女人不是我娘亲。小野种，等时机成熟，让王妃迟早除了她。母后，您如今也瞧见了，
妾身含辛茹苦的将他养育了6年，日日不敢懈怠啊。可这孟十一才来了几天，京城竟与我生分至此，连在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认了呀！好啊，勾引陈王还不够，还要挑拨世子与陈王妃之间的关系，心机如此深重。今日我若不加以惩戒，这王府岂不是要被你搅得乌烟瘴气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母后，孟神医医术高明，不仅治好了郑国公，还将景琛多年的心疾医治好。他是我王府的恩人，你不能动他。神医，郑国公与景琛的身体一直都是太医所致，他不过是恰巧在他们快痊愈的时候捡了个便宜罢了。依我看，从他一进王府，这景琛不是犯病就是中毒，说不定就是他做的手脚。母后，好臭啊！你们没有闻见吗？刚皇后娘娘说话的时候，嘴里一直散发着一股臭鸡蛋的味儿。皇后早年为了怀王爷，误食了宫中秘药，为此口中怪味始终不散。宫里人都知道这点是皇后的禁忌，这孟清瑶到后居然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了，可真是自寻死路。孟清瑶，你怎可对母后如此出言不逊？以为有了王爷庇护，就能如此的目无尊卑、肆无忌惮了吗？看看，这就是你护着的人，如此的胆大妄为、肆无忌惮。本宫今日若不严以惩治，我皇室威严何在？都给我让开！本宫今日就要了结了他。母后，让开！若今日你对我动手，可就没人能治得了你的病。什么意思？妈妈，去给娘亲弄点童子尿了。童子尿，我来吧。这孟清瑶在搞什么鬼？难道她真的有办法治好皇后的怪症？孟神医，你要童子尿做什么？自然是治皇后娘娘的病。什么？用童子尿治母后的病？我看你是想要伺机报复，加重皇后娘娘的病症。是不是伺机报复？喝了不就知道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为母后喝童子尿！孟神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童子尿里加了我特制的甘草粉，不仅能消除异味，还能身散奇香，招引蝴蝶。身散奇香，招引蝴蝶，这么荒唐的事情，你看有人信吗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个冒犯皇后的贱人拖出去！给我打死！是。等等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蝴蝶，居然真的引来了蝴蝶！原来孟神医说的是真的。本宫活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奇观。难道这气味真的消失了吗？不仅消失了，皇后娘娘身上还散发着清香，好闻得很呢。真的，果然一股清香。娘亲好厉害啊！那是，娘亲的医术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。孟神医果真医术高明，本宫今日心急失仪，对孟神医多有冲撞，还望孟神医不计前嫌，莫要生本宫的气呀。想必是皇后娘娘误会了民女与王爷之间的关系，才会动怒。民女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误会？昨夜，民女与王爷讨论着世子的病情，一时忘了时辰，
这才带至京城。你胡说！谈论病情怎么可能谈论一夜？听王妃的意思，是一定要诬陷民女，与王爷之间有什么？民女已有家室，不过是念在世子病重，才特来诊治。没想到一番好意反被猜忌，早知如此，倒不如不来了。是啊，皇祖母，孙儿昨晚一直跟孟神医待在一起，孙儿可以给孟神医作证，我也可以给娘亲作证。够了！今日种种风波，皆因你失察多疑引起，还不向孟神医道歉？母后，道歉！今日之事，皆是我的过失，还请孟神医见谅。这个贱人，心里肯定得意坏了，别以为躲过一劫，我有的是办法让王爷讨厌你。想栽赃陷害，那我就让你颜面尽失。天哪，王妃的脸怎么烂成这样了？太可怕了，该不会感染恶疾了吧？不许看，你们都不许看！母后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其实这才不是什么恶疾。母后，你别过来！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本宫才不要多看。坏女人，坏事做多了，烂脸遭报应了吧？说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抱歉，母后，妾身刚才不是故意的，妾身刚刚只是情绪失控。情绪失控就可以这样对景晨动手？难道你平时就是这样待他的？我没有。行了，依本宫看，你就是身染恶疾，才导致易怒易躁、言行失控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好好在屋里养病，无事不得踏入院中半步，免得把病气过给了王爷和世子。母后，听不懂本宫的话吗？还不赶紧下去！是。别多言，那我还是成王府的王妃，你就别想踩在我头上。是吗？那我便让你再也当不成陈王府。孟神医，一定要尝尝本宫亲手煲的桂花鱼蓉羹，小九平时想喝还喝不上呢。对啊，王祖母做的桂花鱼蓉羹可好喝了，父王天天都想着呢。满满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父王？什么皇祖母？我小心说漏嘴了，是我让满满跟着我这样喊的。满满说他从小就没有爹爹，我觉得他太可怜了，就让他以后喊我的父王喊父王，喊我的祖母喊皇祖母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无碍，本宫看孟神医的儿子和景晨年纪相当，且情谊深厚，这不似亲兄弟胜似亲兄弟，跟着一起叫无妨，是吧，小九？我与你也只能是医者跟患者家属的关系。还是不要乱用称呼为好，免得怕旁人误会我与孟神医的关系。贱人，居然想让自己的儿子认王爷当父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被打脸了吧？民妇倒是觉得跟着叫也无妨。满满自小就没有父亲，既然满满这么喜欢王爷，王爷不如就满足满满的心愿，
让他跟着世子一起喊你父王。荣九卿，你能不能争点气？之前孟神医都那般拒绝过你，现在不过松口让他儿子喊你父王而已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小九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意见？没什么，既然孟神医不在乎，本王自然无所谓。那民妇就在此谢过王爷。民妇听闻骊山景致天成，一直想带满满去散散心，只是不太熟悉地形，也不知王爷明日是否有空，可愿同行。明日啊，明日本宫记得，小九，你不是要去西山大营巡查吗？巡查的事不急，后日去也行。本王回府之后，一直没有陪景琛好好逛逛，明天就权当使陪他放松一下。小九该不会是……贱人！不光想让他的儿子认王爷当父王，居然还想让王爷带他们母子出游。他这想上位的心思昭然若揭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就要爬到本王妃头上来了。徐嬷嬷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明天一定要让孟清瑶有去无回。是。石头剪刀布，父王，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嘛！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吃坏肚子了。能不能劳烦王爷在旁边停下车？停车。乖乖待着啊。跟了一路，终于等到你落单的时候。孟清瑶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孟神医还未回来。禀王爷，还没有。他已经出去1刻钟了，难不成是出了什么事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白冰月还真是沉不住气，我不过故意激怒了他一下，他就迫不及待派人来杀我了。你是故意的！中了我的软魂散还想跑？你想做什么？徐嬷嬷是王妃身边的老人了，应该知道陈王妃跟陈王成亲之前的老相好是谁吧？什么老相好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。当初白冰月就是婚前失智，所以才绑了我替他圆房。他怎么可能会没有老相好？陈王妃的毒疮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不过在他脸上撒了一点，他脸就烂成那样。我要是把一整瓶都灌进你嘴里，你会变得怎么样？穿肠破肚，化为烂泥。我说，是王妃的表
一直寄居在中纽侯府，跟王妃青梅竹马。果然，孟神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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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爷，孟神医，你这是？孟神医，孟神医，那不是王妃身边的徐嬷嬷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是她带人将孟神医伤成这样的？全都给本王带回去！是。王爷，这还是王爷回京以来头一次到妾身屋里来。王妃救我！王妃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，为何徐嬷嬷会出现在骊山，还带着一群刺客要刺杀孟神医？其实，妾身不知道王爷什么意思。徐嬷嬷都已经招了，还在撒谎！本王一直以为王妃善解人意，可是回京之后，王妃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本王失望至极。孟神医救了景琛的命，你不但不加以感激，反而处处针对，要置他于死地。本王甚至怀疑，你还有没有资格做这个王府的当家主母？王爷，难道是想休妻？我绝对不行！王爷，妾身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可是妾身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爱慕王爷你啊！因为本王……没错，明明妾身才是你的妻子，妾身才是你的王妃，可是王爷你连正眼都没有瞧过臣妾一眼。自从那孟神医一来，你就整日围着他转，不仅与他有说有笑，还要与他同游骊山。这位哪个妻子能忍受自己的父亲和别的女子如此的亲近啊，王爷！清王妃这么一提，好像确实是本王没有把握好跟孟神医的分寸。若王爷实在心悦孟神医，妾身愿意成全王爷。子乔，让位！王妃这是做什么？王爷又何必阻拦妾身，就让妾身死了一了百了。是本王的不对，这些时日只顾念着孟神医的恩情，却忘了你的感受。本王答应你，跟孟神医保持距离，不会再做让你误会之事。真的吗，王爷？但是刺杀一事，是你做的不对。孟神医醒了之后，你需好生向他道歉。都听王爷的。这个陈王妃真是坏透了，居然敢派人刺杀孟神医！希望父王能好好收拾他一顿，叫他以后再也做不了妖。可陈王妃不是世子的母亲吗？世子讨厌。对啊，他对我很不好，
就算她是我母妃，我也不喜欢她。而孟神医救了我的命，我最喜欢孟神医了。是吗？错觉吗？这说话的语气以及这撒娇的样子，简直跟满满一模一样。孟神医，不必多虑。景晨，你怎么老往孟神医的住所跑？快到母妃这边来。王爷，你也看到了，景晨他是我的儿子，可就连他现在都站在孟神医那边，不将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。景晨，到你母妃那儿。放开我！王妃若对我不满意，直说便是，何必拿世子撒气？孟神医，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之前误会了你与王爷之间的感情，所以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今天特意准备了礼物，赔礼来了，一点薄礼，还希望孟神医不计前嫌，能够原谅我之前的过错。哦，对了，为了表示道歉，王爷准备将西郊的别院收拾出来赠与孟神医，待孟神医烧好之后，便可直接过去住。搬走？为什么要孟神医搬走？我不想要孟神医搬走。景晨，别胡闹。孟神医是女眷，留在王府，对她名声不好。是啊，景晨，如今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若孟神医再待在王府，传到外人耳里，还以为孟神医存在什么不好的心思呢。倒是我低估了白冰月在陈王心里的地位，刺杀一事不但未能动他分毫，反倒让他说动陈王将我赶走。至于陈王，此人三心二意，前一刻还能说出心肉的，下一刻就能无情感人。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。不必麻烦，既然世子的病已经好全，那我也会自行离府。当真？那是自然，不然等着被人戳脊梁骨吗？虽然此事做得不地道，可要避免王妃跟孟神医日后再起冲突，本王只能这么做。既然孟神医已经决定要走了，那我们也不做过多的挽留了。3日后是我的生辰，王爷特意请了西域的幻灯坊的乐师为我表演助兴。孟神医之前一直住在山上，想必从未听过西域的乐曲吧？那正好，临走之前参加宴会，开开眼界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我不知做错了何事，竟让王爷如此讨厌。孟神医难道不知道自己只能站在这，却足以让人方寸大乱吗？此刻你若是再碰本王，只会让本王更难自持。王爷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该死，我又开始说谎了。王爷呀！孟清瑶，你别得意，王爷对你不过只是一时兴起而已。过段时间，王爷就将你抛之脑后。父王这是怎么了？应该是情蛊发作了。他只要克制情感，就会遭到反噬。等着吧，现在他对娘亲有多冷漠，到时候就有多难受。哇哇！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娘亲，我们真的要搬走吗？当然要搬，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要送王府一份大礼。大
大礼。参见王妃。听闻为了给王妃庆祝寿宴，王爷专程请来了西域的乐师前来为您贺寿助兴。这阵仗我只在陛下的万寿宴上见过。是啊，王爷如此大张旗鼓，可见王妃在王爷心中的分量。哪里，不过是王爷心疼我为他管家多年，犒劳我一二罢了。哎，来了。表哥，我不是让你在家里打理田产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你写信叫我过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写信让你过来了？你疯了！我现在可是成王妃，要是让别人发现了，你我可都死定了。哎呀，我不管！要不是6年前你不顾我青梅竹马的情谊，执意要嫁给陈王，你本该就是我的妻。表妹，你去跟陈王和离，重新回到我身边好吗？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乡下，没有娶妻，我一直在等你回头。当初要不是看他皮相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他厮混在一处？个跑来投奔的穷酸破落户，还真以为我会嫁给他呢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不可能跟陈王和离的。怎么，攀上高枝的就翻脸不认人了？你就这么舍不得陈王？要是让陈王知道你婚前与我苟且，你觉得陈王还会有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我要去跟陈王说出真相。你别走！不行，好不容易嫁给陈王，绝对不能被他给毁了。表哥，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爱你的。我嫁给陈王，无非就是为了他的权势，好以后为你铺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只要你不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别人，我就还是你的。鱼儿上钩。孟神医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本宫正四处找你呢。听闻前阵子你跟小九在骊山受了伤，现下可还好些了？母后，此事就是意外，孟神医的伤势已经好了一大半了，你又何必旧事重提呢？怎么就不能提了？孟神医是本宫和王府的恩人，别以为本宫不知道是你的好王妃干的。他不加以善待就罢了，居然还暗中搞刺杀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对了，他人呢？今日是他的生辰宴，他不出来接待宾客，难道是怕本宫责罚他，躲起来了不成？淫妇刚刚倒是瞧见了王妃，她好似与一个乐师进了偏房。孟神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淫妇只是将看到的说出来了，至于两人在做什么，淫妇不敢妄加推断。够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能干什么？孟神医的意思是说，王妃罔顾法理，与人私通吗？本王知道刺杀一事确实是王妃不当，孟神医对王妃心有不满也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毁王妃声誉之事，岂能拿来随便开玩笑？小九，你发这么大脾气做什么？母妃，你也听到了，并非本王乱发脾气，而是孟神医毁王妃清誉在先。王妃对本王一向一心一意，本王相信
他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背叛之事。是吗？那边怎么回事？怎么冒黑烟了？这不是陈王妃吗？她居然真的跟别的男人共处一室，还衣衫不整，成何体统啊！光天化日在王府苟且，这简直不把王爷和整个皇家放在眼里。陈王妃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母后，妾身不知道，是这个人，他突然闯进来，抱住妾身不肯撒手，妾身这都不敢。母后，听王妃的意思，是这登徒子一厢情愿，意图亵渎王妃清誉。不知按照我朝例律，这该如何处罚？按本朝例律，凡奸淫秽乱者，当处以车裂之刑，暴尸7日。来人，给本宫将这个登徒子押下去，即刻处刑。我没有，我跟表妹青梅竹马，从小两情相悦。表妹，你快跟他们解释啊！我们在成婚之前便有了夫妻之实，根本就没有一厢情愿之说。成婚之前就有了夫妻之实，没想到这陈王妃闺阁之中便浪荡不堪，不知廉耻。可怜陈王沙场浴血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居然娶了一个破鞋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不是这样的。表妹，他不过就是一个从远方过来的旧亲戚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王爷，妾身是冤枉的，妾身从始至终都只爱你一个人啊，王爷。够！本王是傻子吗？原本孟神医说你苟且之事，本王还不信，现如今亲眼所见，本王才知道，这妇人竟然如此放荡不堪。本王会亲自下旨，你我夫妻2人的关系到此为止。不要，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王爷。景琛，我是景琛的母亲，你不能这样看着景琛小小年纪连个母亲都没有吗，王爷？你还敢提景琛？有你这么一个背弃妇德、玷污王府清誉的女人，是她的耻辱。传本宫懿旨，将白冰月押入宗人府，无诏永不得出。至于白家，褫其爵位，全府贬为庶民。王爷，表妹，你瞧见了吧？陈王他根本不爱你，当初你就不该抛弃我，偏要选择跟他在一起。给我滚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就可以和王爷长相厮守，我能当一辈子的陈王妃。白冰月，我送你的礼物，可还喜欢？是因为你会这次陷害我。是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只要你是陈王妃，我就奈何不了你。现在你看，你不是了。贱人，你以为我还是5年前那个任你欺辱的农家孤女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要我提醒你吗？5年前，你给我灌药，逼我替你圆房，还将我剖腹取子，丢入乱葬岗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忘了吗？若不是本王妃以废青梅之事，不得到你这农女替我圆房。是你？这怎么可能？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。你都好好活着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这些年，我就是靠着对你的仇恨活下去的。要不是为了追我大儿子的下落，
我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。你的儿子，你从我腹中取出来的那个孩子，他现在身在何处？孟清瑶居然还不知道荣景晨就是他的儿子，他害我失去一切，那我就要让他活在丧子之痛里，连个亲生儿子站在面前都认不得。你儿子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儿子早就已经死了，在5年前我把他从你腹中抛出，我就直接掐死了他。孟清瑶，你不是医术高明吗？你儿子5年前就死，身体已经腐烂了，你把他抱出来救活。你个毒妇，你掐呀！你以为你掐死我，你儿子就能复活了吗？我才不要你现在死，那太便宜你了。我要你生不如死。你看到你脸上毒疮了吗？那是我特意为你研制的毒药，唤作噬骨香。起初是在你脸上生疮，渐渐毒素扩散，身上的皮肤开始发烂发丑，你会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烂穿，露出底下的白骨。你就好好待在你的宗人府，一生溃烂而亡吧。不可能！孟清瑶，你们给我搞死！下个月就是10月初3，是满满的生日，也是那个孩子的忌日。娘亲这是怎么了？好像回来就一直喝酒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了？不知道啊。妈妈，娘亲，你叫我。收拾东西，回药王谷。娘亲这就要走了，不行，他跟陈王还没在一起呢，我得赶紧想办法留住他。对了，去找陈王。大仇已报，大宝爷已去世，这京城已经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王爷，查到了，王妃确实跟其表兄崔元早有私情，而5年前，她为了隐瞒自己非清白之身一事，掳了一个农家女来替她圆房。还有这种事？那女子现在身在何处？据属下调查，那女子怀的是双胎，被王妃剖腹吸走一子后，还有一子留在腹中，母子2人一尸两命。一尸两命？我，快去拦住孟神医，他要离开王府。什么？等等！王爷，还有事吗？孟神医总给本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满满又看起来与景晨差不多大，会不会她就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？满满今年多大了？荣九卿怎么忽然问起满满的年纪了？难道他是察觉什么了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打消他的怀疑。5岁。娘亲为什么说谎？我明明是6岁。5岁，那比景晨少1岁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她不是6年前的那个农家女。王爷，若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如果王爷有什么事的话，赶紧说吧，不然天色也不早了，我怕耽误了行程。
本王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做景琛的母亲？什么？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本王也不会勉强。他这是同意了。是秦蛊。什么？中了秦蛊的人，会对第一眼看到的人情根深重。王爷这些天如此反常，总是说些让人误会的话，怕是受死蛊的影响。所以，王爷不是真的喜欢我。糟了，秦蛊被娘亲识破了，怎么办？原来是这样啊！难怪本王一看到孟神医就会心跳加速，脑子里面想的也全是孟神医。我已经解了王爷的情蛊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我就带满满先离开了。这些时日，多谢王爷的照顾，后会有期。娘亲要走了，怎么办？你先跟娘亲走，记得拖延时间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想起了，可是本王的心里怎么会觉得莫名的难受？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，白氏不见了。见了？人去哪儿了？属下也不知情。原本按照皇后娘娘的吩咐，带她关进了宗人府，谁知今早发现狱卒晕倒在地，白氏不见了踪影。马上派人去找，务必将人找出来。是。满满，王爷体内的情蛊是你下的吧？啊，不是啊。情蛊乃你师祖爷爷所创，除了师祖爷爷，会的只有你我二人，还敢说谎？把你装蛊虫的荷包交出来，我要替你保管，免得你以后乱用蛊虫。怎么办？我根本就不是满满，身上也没有装蛊虫的荷包啊！怎么不愿意给啊？交，待会儿就交。娘亲，我能不能先去嘘嘘啊？去吧去吧。快去快回，不许耍小动作，听到了没？好险啊！再被娘亲追问下去，她肯定要发现我不是满满了。还是赶紧拖延一下时间，等哥哥带着父王赶紧来吧。孟清瑶，你医术高超，我奈何不了你，但收拾一个野种，还是易如反掌。娘亲，救我！妈妈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妈，娘亲，你别过来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把戏？你身上藏着无数根银针和迷药，一旦靠近我，我就有可能中招。你要是再敢靠近，我现在就刺死他！白冰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孟清瑶，你现在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就想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？这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反正我也红不了。
不如我就拉个垫背。你别动他！想让我别动？好啊！我要你用刀将自己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，我要你跟我一样，感受皮肉分离的痛苦。娘亲不要，我要听她的话。妈妈，小野种，再多嘴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不要！我照做，我全都照做。是的，王爷，他怎么来了？妈妈！妈妈，娘亲！清楚。星辰，分明是跟我在一起啊！孟神医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不过小世子跟王爷怎会来此？还不是因为这个坏女人。孟神医刚离开，这个坏女人就失踪了。我猜到她肯定是来找孟神医的麻烦，就让父王跟了上来。孟神医，你能不能跟本王解释一下，为何小公子跟本王的世子长得一模一样？糟了，妈妈的面具怎么掉了？难道陈王发现妈妈跟小世子长得很像，察觉妈妈是他儿子了？小孩子的长相都是有些相似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长相相似，而是一模一样。完了，身份还是暴露了，一天还是到来了，看来以后再也无法撮合娘亲了。难道世子就是我5年前被抱走的大宝？他没死，白冰月骗了我。景真跟满满长得一模一样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。孟神医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本王解释一下？还是说，5年前当时代替王妃与本王洞房之人是你？什么？5年前是娘亲和父王洞的房，也就是说，陈王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再给自己找后爹了，我们有自己的亲爹了。虽然大宝找到了，但是又来了荣九卿这个麻烦，他该不会要跟我抢孩子吧？但是这时候不承认，又显得过于刻意。对，是我。是你。如果早就知道真相，为何不早日告诉本王？这样本王也不用被白冰玉诓骗这么久。说了又如何？我跟王爷素不相识，不像王爷跟白冰月已经有了6年夫妻情分，我自然不会天真到觉得王爷会站在我一个外人身边。本王同白冰月虽是夫妻，但是有名无实。本王新婚之夜便去了边关，同她无多少感情，只是看在她是景晨的生母份上，这才会多加照顾。王爷不必同我说这些，我并不关心王爷跟白冰月的感情如何。王爷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可以成全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本王能做到，一定答应。我要。他若是趁此机会讨要王妃之位，本王也不是不能给。带走景晨跟满满。
什么？王爷身份尊贵，自然不止一个妃子，当然以后也不缺孩子，所以希望王爷能将2个孩子还给我，我要将他们带走。完了，看娘亲的样子，是想去父留子啊！父王的追妻之路漫漫啊！不行，景琛跟曼曼都是本王的孩子，是皇家血脉，怎能跟你流落在外？除非把本王一起带走。果然，我就知道陈王肯定会跟我抢孩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不与王爷争。当真？自然。我直接抢。小九，听说你晕倒了，没事吧？哎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谋害皇室宗亲？本宫定要诛他九族！孟神医，孟神医，这不可能！孟神医他品德良善，断不能做出此等事。我是真的，因为他什么？孟神医才是世子的亲生母亲，她当时生的还是双胎。母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带不回本宫的儿媳妇跟孙儿，你也别回来。怎么了？娘亲不好了，祖师爷爷他突然昏过去了。什么？发生了何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快去看看吧。师父，不对，脉象沉稳有力，不像是年老之人，他根本不是师父。啊！你，陈王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药王谷机关密布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就许孟神医使些手段扎晕本王，难道还怕本王使些手段不成？哎呀，这些可都是百年难遇的珍贵药材呀！徒儿呀，不是为师不厚道，实在是他给的太多了。徒儿呀，遇到这么有钱的，还这么大方的，依为师看呐，你就嫁了吧。还得是我聪明，知道师祖爷爷爱药材如命，特意让父王贿赂了他。看来我们马上就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。王爷这是要以牙还牙，把我打晕，把我2个儿子带走。王爷武功高强，我的医术也不是盖的。孟神医自诩医术高明，可依本王看，未必名副其实。什么意思啊？本王体内的情蛊，孟神医当真根治了。若是根治，为何本王所思所想皆是孟神医？我的医术从未出过差错，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。不信，孟神医试试。本王打听过了，孟神医这些年身旁再无别的男人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考虑一下本王。无论是本王的家世还是样貌，皆是上乘。更何况，本王还是满满跟景琛的亲生父亲，没人会比本王更希望他们好，更能护他们周全。不需要，我一个人就能抚养2个孩子。若是本王执意呢？你若是不答应，
本王就继续赖在这药王谷。这里风景秀美，倒是十分适合居住。你无赖！本王只对梦神医无赖。罢了，正如陈恩所言，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若他真能真心对待2个孩子，让他当孩子的爹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